大家好，这里是袁某人，欢迎来到本期的赛事复盘。今天我们一起来复盘一下 AL 与坚己在沙特杯决赛上的第4局。虽然这场 BO5 是坚己拿下了最后的胜利，那我想常看比赛的观众也能直观的感受到坚己他爆棚的个人实力和竞技状态。可面对如此强大的对手 ，AL 在0-2全面落后的情况下，依旧顽强的将比赛拖入决胜局，绝对算得上是燃尽。不是 AL 打得不够好，而是坚己真的太强了。承认对手的强大并不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即便最后是底座的结局，但我仍旧认为我们能从比赛过程中看到 AL 的闪光点，而其中第4局的精彩程度应该是25年 LPL 目前的外战之最了。坚己展现了他们强大的个人实力、运营能力，还有扎实的团战拉扯思路，但 AL 这个队伍的韧性、他们的游戏理解与对彼此的信任是无数个日夜打磨出来的结果，也同样值得我们的掌声。敬无志而不能智者，可以无悔矣。我想或许 AL 距离捧起世界赛的奖杯还有距离，但我希望大伙能再给 AL 一些时间和鼓励。那这局比赛有多精彩呢？让我们从 BP 开始聊起。第4局首先在 BP 交锋上就异常精彩，因为我们能清晰地感受到坚己的玄武大阵是怎么搭建的。在 MSI 的决赛上，坚己1-2落后的情况下，他们也是第4局直接用维克多加杰斯，用龟壳打法直接把 T1 的双大核给龟碎了。只能说龟放在其他队伍可能是贬义词，但龟的阵容在坚己这个队伍的手里真的有独属于自己的味道。实际上坚己很少在前3把就直接上他们最擅长的玄武大阵，他们是有设计在里面的。因为玄武大阵的核心是 C 位英雄手够长，他能够持续的用对线能力完成压制，然后运营，从而在后期完成阵地战无解的发育，最后是靠着发育领先直接正面碾碎你。而这类英雄往往害怕强开或者强节奏点提速，毕竟你像维克多啊、杰斯这种没有位移的英雄就很怕抓和针对，但全局 BP 给了这套阵法出场的条件，一般前3局交手过后，强节奏的版本英雄就基本被烧完了。而这个 BO5 也是如此，在第2局坚己在看到 AL 选择位后，反手组出了梦魇、狼五加里奥的冲阵体系。那我们只看前2把，其实冲阵体系的核心英雄基本都烧得差不多了，而中野能限制无位移大核的英雄也不剩什么。同时对无位移 C 位限制很大的辅助类别里，巴德、牛头、泰坦、瑞尔这类也在3局过后被烧得差不多了。所以坚己他除了圣枪哥的掘墓、下路先把尼口这2个赛前就决定勇班的角色外，他只需要在第3手按掉限制无位移 C 位最好的打野皇子，其实就满足了他们长手龟壳阵的前置条件。而坚己出维克多的意图在半掉皇子后可以说是昭然若揭了。而 AL 也知道坚己他要来玄武大阵了，但没有皇子越强的情况下，蝎子这个玄武阵最强前排是不可能给的，因为你即便半掉了维克多，其实 Chalvi 也还能拿发条、会卡牌甚至小火龙，其实选什么不重要，因为 Chalvi 的个人能力他玩什么都能玩出类似的效果。所以 AL 这里选择给维克多用发条来应对，他可以理解，相信香克斯能顶住线，同时借助发条的联动能力去辐射边线，这没问题。而下路此刻的选择反而是更关键的，虽然还有一些 AD 可选，女枪啊、卢锡安、哈利斯塔、EZ、卡莎这种都能凑合用，但先出不怕被针对的实际上只有 EZ， 但 EZ 在 EWC 的胜率非常低，打不出什么效果，而且 EZ 加发条实在太软了。 AL 也需要下路的强势对线去解放辅助，而女枪就是当下对线比较强势且不那么吃辅助的选择了，但选了也有代价，那就是自家双 C 都是无位移，而且手偏短，在没有强开角色配合的情况下，你有输出也很容易被拉扯，所以坚己的2-3选亮的是很快的，直接猪妹加杰斯，这样上中野的对线强度就会非常高了，而且无位移 C 位前期也很怕猪妹的针对。AL 的第3手就很关键，他们没有选择先出辅助，让日女去搭配女枪，我觉得这是对的。首先拿波比就可以摇摆，能让坚己2轮班不会指向那么清晰。其次，日女啊虽然对线大概率不会有压力，但你真遇上坚己来个什么 EZ 卡尔玛也得挠头，你还得2轮班继续针对辅助去搬嘛。再者就是自家阵容的无位移双 C， 其实日女指进去是没什么伤害好跟的，主要还是没什么好搭配的英雄选，单日女不如单波比。双方前3手都是以保牌为主，但终究 AL 还是得做进攻啊，因为维克多杰斯的手终究是比他们更长的，更容易打输出的，对线也是更厉害的，所以能够看到坚己2轮啊，自然是围绕着保护后排 C 位继续在做。按掉奥恩这个前排加开团再办掉日女，此时杰斯这个点就非常强势了，因为很多队伍是不会办奥恩的，因为奥恩打杰斯是比较玩具的。CFO 当时打 T1 的决胜局选奥恩也是直接被杰斯干穿，但坚己这个队伍就属于你不舒服就等于我舒服，他们明白我只要减少团战变量和节奏变量，刷下去他们就是自带优势，所以宁可给你玩9桶这种对线会舒服一些的选择，也不让 AL 拿奥恩这种无脑强开加后期增益去破坏坚己本身的游戏节奏。AL 的第4手其实有
点没办法，左边的手一定是更长的，他们必须要让辅助带有一定的开团属性，又能限制菅井出软辅。这里机器人就是最好的选择了，它能一定程度的限制菅井下路出软辅，不然菅井他真的来个 EZ 卡尔玛就是3路线优，然后你又开不到他们就很痛苦。因为 AL 如果把所有的开团压力都放在上路，那就会出现一种画面，就是圣枪哥的线被压在塔下，他就只能亏线去正面带节奏，但他去了，菅井就开始拉扯，让边线发育了，进到25分钟后一样是一个慢性死亡，所以这手机器人出的是非常有必要的。当时我看到机器人选完后，我以为菅井会来个什么 EZ， 然后挂个游走辅助，但没有想到菅井直接拿走了卡莎。卡莎对线肯定被女枪推，团战有波比其实也不一定好飞，而且菅井的前3手也不是冲阵嘛，就配得很勉强。但后面我去翻了下史蒂在 LCK 玩卡莎的记录，我发现菅井这边的卡莎理解，他并不是一定要去冲阵秒 C， 而是利用卡莎的被动跟队友快速的拆前排，然后再考虑说去进场的这么一个思路。实际上菅井不止一次去玩这种，就我配合大 C 长手跟你削前排，然后拉扯阵型后再进场的卡莎了。至此菅井的3C 都亮完了，应付也没有的情况下，拿个不那么怕机器人的胜也没什么问题，而留给圣枪哥的选择也不多。大虫子打杰斯肯定没线嘛，关键就是抗压能抗到什么程度，这里选也是为了 AL 的阵容完整度去打控制链的一个选择。其实 AL 的团战画面是很清晰的，有点 Fly 之前打 AL 时候的那套破坏王虫子收割体系。就 AL 虽然没有强开团，但我靠着机器人能够压身位，同时机器人勾中后接虫子波比的控制，可以造成菅井的一个快速减员。所以 AL 如果能够站住地形，后续的优势就会很大。虫子加辅助换惩戒加打野，那对中立资源的展示也非常高。可菅井的阵容也在一定程度的克制 AL 的抱团。AL 虽然控制链组，但你不中第一个，其实后面 AL 谁都摸不到。而菅井肯定又有线 ，AL 想要达成抱团落位的难度是很大的，很容易亏线加爆经济。菅井的个人操作舞台也很大，所以这场比赛他既拼操作也拼运营。一旦菅井优势 ，AL 就会发现他们的伤害量其实不够了。因为 AL 的伤害量虽然秒第一个容易，但后续女枪和发条的出伤效率是不如菅井3C 的。AL 的阵容毕竟偏笨，但两队这场都把自己阵容的特点完美的发挥出来。接下来我们看双方的开局设计，前期的野区博弈非常精彩。虽然 AL 有机器人，但其实 AL 的1级作战能力并没有很强，因为两边打野都是偏功能性的，所以两边也都采取了保守开局。而 AL 之前吃过一次猪妹变奏的亏了，所以前期也放弃让香克斯去对方 F6 点眼拿信息的这么个动作，而是眼留着做防守。而他呢，更是把自己的眼点在了河道草防猪妹的3级变奏，这样就给了香克斯和 Chelvy 进行1v1不被干扰的对线。可 Chelvy 的状态实在太恐怖了，前期呢依靠着2个走位躲 Q， 他还是拿到了换血的上风。那他的波比选择一个蓝开往上走的路线，这个刷野路线啊，在当下版本是比较非主流的，因为打野一般能 F6 开就会尽量 F6 开，如果不能也追求在红区开，这样有红 buff 加持，刷野快，2轮刷新的也会更快，能最大程度的给自己提速。他选择蓝开，虽然会慢一些，但好处在于能够防第2轮的野区的入侵，因为杰斯打虫子是肯定没线的，而发条也很难进野去帮他。如果菅井卡第2轮刷新时换线加入侵红区，那他会很不舒服，甚至会因为刷野顺序被赶离上半区，那上半区就很容易被越了。所以为了配合波比的刷野路线 ，AL 下路也采取了放线卡线的策略。而 AL 其实有点骗到菅井了。正常来说，要保第1轮河蟹，猪妹肯定是要刷上去，靠杰斯的线权是河蟹。可菅井也怕下路你机器人配合波比搞事，他们选择相信 King 能够自己处理好这波防守，所以把猪妹第1轮的时间放在了下半区，两边打野都在盲猜对手的位置。但这里 KO 的眼点得很刁钻，他这个眼位呢，菅井的下路组是没有发现的。猪妹本想着反蹲波比，顺手吃河蟹保下路，可 AL 一开始就没想着帮下，而且被看到位置后，反而创造了一波抓中的机会。波比没有选择去抓 King 是对的，这个血啊 King 不可能杀得死，而即便打掉杰斯状态，虫子也没法把线推完。而打野在下的菅井，只要波比他路头，他们就能快速推完下路线，然后转上补线，继续去压制虫子，那这样节奏就乱了。所以 AL 很耐心的在等机会。此时发条把第1个眼点在下河道，确保猪妹抓不了中。而 Canyon 虽然拼了上半区波比可能出现的位置，但因为自己没有 AL 河道这个眼的信息，所以他想看看 AL 下路他有没有机会抓。而猪妹进草的这个信息呢 ，AL 又是知道的。就在机器人进草确认了猪妹已经回城后，中路就出现了个绝佳的机会。本来波比也打算和猪妹一起回城了，但下路机器人能动的话，就有一个不错的抓中机会。Chelvy 的站位是教科书级别的了，他知道波比在上侧嘛，所以站位就偏下。而菅井的下半区眼位也能基本封锁了所有 gank 路线。其实机器人第1次动线，菅井就已经沟通了，胜已经在尾随，那这时就不是一个好抓的机会。但 Kill 回头选择了2234再来一次，机器人的第2次动刚好卡着中路换血的 timing，
这里香克斯抠塔尔赞的时机也刚刚好，一瞬间维克多本来可以往河道走，却因为机器人在河道方向，他又只能回头。AL 中野辅三人一起联动啊，他总算是把乔比的闪现给打了出来。这里如果没有抓出效果，这样换血下去，香克斯就要抱歉了。维克多还有2口药呢，只能说乔比的兑现确实夸张啊。而中路路头，实际上波比前期的 gank 轮次就已经用完了，他本身刷的就慢嘛，所以这里塔坦就没有回家补给的时间了，他只能补装备回蓝区刷第2轮。这时就是 Canyon 的回合了。这个版本越塔难度比较大，所以很怕反蹲。塔坦呢，他是当着视野进蓝区的，那 Canyon 自然毫不客气的来直接跃上。可 Canyon 的经济状态啊有点小问题，首先是兵线进塔，他先扛了一下，莫名的掉了一点血；其次就是伤害计算失误了，没有求稳的交出闪现，结果被小兵换掉。这样人头交换下来，大虫子反而可以接受了，主要还是 TP 嘛，虽然亏了一波炮车，但人头完全可以补回来。而且 AL 下路毕竟是女枪，前期控线是为了配合战术，现在知道猪妹不在，他能处理完线先动，所以这里 AL 的虫子能很舒服的 TP 去下补线，机器人甚至还有了一次绕中的机会，只是比较可惜这里没有被 Q 到，但无所谓啊，因为机器人状态很好。Kill 为了不影响转线节奏，也没有补装备，而是继续对线。AL 的节奏它很紧凑，所以女枪也很敢压。这个 E 打断了杰斯的回程，让虫子反而还在下路悄咪咪的掐了一波镀层。可以说 AL 这个队伍的那种串联感就真的看得很舒服，你帮我一点，我再帮你一点，最后就是一起舒服。但歼击可是顶级强队，他们抓小细节的能力也同样夸张。本身女枪先溜的这个强势点 ，AL 他想利用这个优势频繁去施压，这个没有问题。但机器人前期游走了2波，他一直没有回城，而 AL 的河道眼是当着歼击针眼插下的，而 AL 的下路组由于没有离开过线上，所以当这个眼时间消失后，歼击他能判断出时间，所以机器人 TP 回线，想利用女枪6级优势压血加拿线时，歼击他就能意识到此时 AL 没有人去做河道眼，所以猪妹就很快变奏过来了。这里 Canyon 的野区规划也真是没得说，他是没有吃蓝 buff 的，而是选择直接避回城再出来，这样如果上路他有机会，他就能第一时间配合，没机会那潮虫刷新也能偷一只，毕竟我上路没线权嘛。而如果 Canyon 摊这组蓝再补给出门，那路位就肯定慢了，只能说野区规划真没毛病。而变奏去上路也骗过了塔尔赞的视野防线，劳赞啊他是借着猪妹死了的间隙，把眼位插到了歼击的红区，防歼击想要放弃潮虫，转而利用杰斯控龙。在 AL 视角，我上路有线，下路没线，那以你歼击的风格，不应该跟我做交换吗？何况猪妹隔墙做的这个眼 ，AL 他也捕捉到了，他们认为猪妹应该是吃完蓝，然后回城补给刷红转龙的这么一个路线。只能说 Canyon 不吃蓝这点确实出乎意料了。Canyon 这波反其道而行之的抓下，很顺利的完成了上路的 gank， 但高手交锋啊，任何动作都有代价。Canyon 他也不确定波比的位置嘛，他自己决定抓上。那红区有3组野，如果波比第一时间去反野，野区猪妹会亏炸，所以歼击呢是马上让 Chovy 补了一个 F6的眼，去看波比有没有去反野。但代价呢，就是中路2边草都没有眼帮 Chovy 做防守了，而线又是往 AL 塔下推的，这种线他咱一抓一个死，而维克多又不可能直接说大招去洗线，因为你这样交潮虫团就等于没有战斗力了，所以这里几乎就是一个必死之局。这轮交锋双方1换1，人头 AL 小赚，毕竟歼击死的是维克多嘛，但歼击也成功控掉了2个潮虫，而且卡莎吃到了头。而 AL 呢，为了不让歼击拿3虫，发条翅直接交了 TP 出来，而他斩操作也没毛病。猪妹想配合圣控一波波比，但波比第一时间用 W 挡掉了猪妹的 Q， 浪费了圣的大招。那这波其实判断还挺奇怪的 ，Canyon 这波上的有点想当然了，但整体来讲节奏依旧是歼击能接受的，因为维克多虽然死了，可毕竟还有 TP 也没亏线，所以这时中路歼击还是能继续推线的。维克多打发条这个时候已经比较舒服了，但 AL 很清楚他们的节奏发起是需要中路压住维克多的，所以机器人又对中路发起进攻，虽然没有击杀，但维克多的这个血量也不可能继续推线。那目前歼击中路出不去，下路也不好推，所以中下只能选择卡线发育，把主攻方向放在上路。但此时机器人的优势就开始能发挥了，歼击利用上路视野差的信息做了一波进攻，那这次就轮到 AL 了，因为回放挡住看不到，但我们从9分52秒这里可以看到史迪的这个针眼也是被 AL 发现了的，估计是机器人插的眼被史迪排了。那 KO 这里就非常牛逼的选择了一个卡视野，用海闪打了一个措手不及，无论是海闪前还是海闪后，这里都是一个视野的死角，两边对于这种灯下黑的利用都是顶级，这波直接把史迪要打到回城了，可毕竟没有人头出现。歼击为什么防守能力这么强，就是因为他们动态调动的速度太快，只打一点小优势是很难滚爆他们的。下路要回家，那歼击马上放空下半区，转而去上路做压制。Canyon 判断 Bobby 会顺着往下，靠着下路优势控龙，所以他马
上选择去上路做越塔置换。这里一旦越掉虫子，卡莎转上，杰斯 TP 转好，即便龙给了 AL， 可菅井阵容依旧是一个血赚的交换。而菅井强就强在他们做这种判断的速度够快。正常来说 ，AL 对上路防守是不会来的那么快的，还是视野的把握嘛。AL 河道草这个眼菅井是有信息的，而猪妹的抓上几乎是卡着这个眼消失的时间发起。如果 AL 他补了眼才能看到猪妹的进攻，此时再叫人来防守就肯定来不及。但百密一疏，之前机器人在潮虫那波是放了一个更深入的眼，而猪妹不知道为什么一直没有换扫描，可能是想多做深入视野去保证野区攻防。这里没有扫描，加上眼位够深，让这波进攻节奏更早的被 AL 捕捉到了，这给了 AL 防守反应的机会。而他攒这把由于抓了很多波，回城的频次是少的，但有的人头他攒他在刷完 F6后就已经成功焚天了。他这把思路很清晰，他是要一直保持节奏去打架的。你只控资源，但是亏边线，那后面一样会爆炸。所以他攒没有急着去控龙，而是在补装背后马上去上防守。本来这波上路回防能帮圣枪的只有机器人，虽然这样 AL 可能不会亏什么经济，但肯定反打不了。但波比能赶上的话就完全不一样了。猪妹这个站位就是觉得你波比不会在才能这么装，毕竟我卡莎也在身后，即便机器人在协防，前几也是一个3打2，这样尽可能压缩你虫子发育的话就完全可以接受啊。但 AL 他在第5层，这波完美防守就很舒服了。圣枪哥保证了自己的前期发育，这样中期才有发力的空间，而且中路发条也在靠，虽然没有人头，但没有 TP 的发条，他也能够顺势转来上路，这样虫子 TP 到下路把线一补 ，AL 呢再次完成了转线。可以说在转线运营上两边都处理得很好，但杰斯是不希望对上发条的，因为如果中路对上上路，那彼此都是坐牢，可杰斯是不希望和你大虫子对着坐牢的。可没有办法 ，AL 已经完成这次转线了，于是我们看到了13分钟这里 AL 逼了一次上路，成功打出了胜的大招。前面也说了嘛 ，AL 阵容的控制链很强势，但他们要拿线权很难。但现在 AL 已经拿到了线权，虽然虫子在下是被维克多压着打，但他的续航这个时间也根本不怕维克多了，反而是正面有线有先落位的情况下 ，AL 就可以无限进攻。15分钟利用中路线权优势，先落位的机器人再次出手，而没有胜的大招保护，那卡莎这里就很难走了。这就是 AL 阵容的优势。AD 一死，峡谷菅井肯定升不了，但菅井的防守置换做的还是很快的。Chelvy 马上补了一波中，然后转下连推2波，他们就是瞅准了 AL 这边大虫子交了 TP 区正面的这个信息，而发条又是没有 TP 的，下野区一定会慢回合，所以 Doro 呢马上伴着下路推线，立马在 AL 的野区布防。虽然 KO 的机器人也开始反清自家野区，但他慢了这个回合，就给了菅井再次进攻上路的机会。圣枪哥本来就想偷个刚嘛，结果突然菅井全员消失了，卡莎推完第一时间再靠，猪妹也是野都不刷就直接转上。虽然没有信息，但 AL 有警觉，加上菅井的 TP 有点过于明目张胆，所以圣枪哥没有停留就直接撤了。这里稍微贪一点点就要被猪妹留住，圣枪哥没死，但医学塔也确实没法要了。可 AL 毕竟有峡谷，上路被拆，马上利用峡谷去反攻，拿到了中医加下医再加一条龙的资源。可以说对线期结束，两边虽然没有人头爆发很多，但实际上攻防节奏很快。对线期结束 ，AL 2龙在手，加上一部分的经济领先，塔也破得差不多了。AL 确实拿到了一定的优势，但综合来看，这样的优势依旧不够。菅井这个队伍的玄武大阵之所以牛逼，不仅仅是对线期厉害，而在于中期到后期的边线运营依旧是真正意义上的滴水不漏。菅井虽然双 C 经济落后一些，但这个差距完全可以接受。C 位的发育并没有被任何团队节奏影响，甚至3件套后菅井一样可以来打。而且这把龙的节奏实际上也不快，虽然菅井丢了中1塔，但 AL 又很难威胁到菅井的中2塔。更麻烦的是，边路菅井不但不会给你机会，反而会利用他们的单人线嗅觉去不停的拉扯你，想抓超尾。抱歉，野辅长伴左右 ，King 又是那种完全不露身位的上路选手，所以中期即便 AL 抱团打架很厉害，可由于虫子的英雄特性，这条短手线是一定会被菅井压制的。好在前期虫子这条路抗压成功，否则这个点啊就是会被无限突破。可即便抗压如此成功，也依旧会有难题，那就是单人线还是出不去，会被兵线捆住。圣枪哥那条路不可以过河道的，过去就可能被抓，但你不过去，菅井又能在另外一个半区提前集结拿东西，导致发条这边也推不出去了。说白了，菅井的玄武阵最麻烦的就是他们能够把团战和打出单带合的效果，你甚至还没法用 TP 去逮他们，只能说今年版
版本 TP 的这个改动啊，让菅井这种善于运营的队伍太过于舒适了，所以中期才是菅井运营真正发力的时间点。21分钟这里，由于维克多那条线已经处理过河道了，所以菅井能肆无忌惮的在中路抱团，这里就是想恶心圣枪哥嘛，你徒步过来呢，我就拉开，而你不来，那我就逼另外一个半区。可以看到菅井选择开厄塔汉，也是上路线已经压了过去，下路圣枪哥也没带过河道的这个时间点，这时逼 AL 一波，菅井是完全没风险的，而 AL 其实阵型在接战的角度就已经有点散了，控制链和输出是衔接不起来的。还好塔尔赞的判断非常果断，波比是直接闪现大招砸走2个人，如果波比砸慢一点，这里被猪妹大招给打断了的话，那 AL 这个阵型还真的很容易被拉扯。还好塔尔赞是扔了出去，这让 AL 很顺利的接盘了厄塔汉，但厄塔汉结束，小龙回合马上就到了，因为 AL 是被动接的厄塔汉嘛，虽然是抢到了，但马上刷新的小龙团 AL 这边是没大招的，野辅更是上一波都用了闪现，菅井技能他捏的是非常死的，上一波他们只有猪妹交了大招，而 AL 是不得不去接这个小龙的，你不可能放这条龙嘛，所以即便 AL 他现在有优势，并且这个时间段他们还属于强势期，可团战是打得并不舒服的，就是因为菅井通过兵线运营，让 AL 的接团节奏很难受。不过团战中虫子的价值就体现出来了，菅井在拉扯中选择反手开这个没有 Q 到人的机器人，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因为 AL 占据了 C 字草，而虫子的沉默加发条刚刚好的大招，那胜肯定是活不了的。团战在开启时肯定是 AL 优势，但持续拉打上就是菅井优势了，就看后续残局 AL 的处理的好不好。菅井这个阵容，杰斯才是阵型里真正的 ADC 嘛，他配合卡莎打前排能力是很夸张的，虽然先减员了，但没有技能的 AL 他反而要退，这里 Hope 后撤的判断很好，但关键得看圣枪哥和塔赞的前排怎么处理。首先塔赞是直接化作粘狗屎硬粘维克多了，其实这个时间有时光加面具的维克多，虽然爆发不高，但血量是真的夸张，甚至比波比还要高，在这个时候他应该算是个法坦，而维克多如果不是被波比第一时间限制到往后直接冲后排打 IOE， 其实卡莎就能和杰斯一起进场了。而更关键的是圣枪哥他第2个 Q 踩起了菅井的中野，这让菅井没能第一时间挤进 C 字草，不然真的后排危险了。同时杰斯的一发草丛 QE， 圣枪哥也是交闪拉开，卡莎要杀他就必须要给大招了，这样集火能力最强的双人组就被分开，抱团更紧的 AL 就能逐个击破了。此时虽然输出不高，但也默默在锤人的波比也总算是等到了第2个 E 技能好，只能说还好啊，机器人和虫子换扛的不错，不然维克多大招一旦开刷，后果真的不堪设想。而后续的追击里，香克斯这里挺可惜的吧，想闪现 QW， 但被 King 躲掉了，只能说还是急了一些。这里被反杀，我倒是觉得还好，猪妹的大招也是刚刚 CD 好嘛，这里没有算到是很正常的。从结果来说呢 ，AL 拿到4个人头，但代价也相当惨痛，菅井也是吃到了3个头。总体来讲，这一轮交锋下来 ，AL 厄塔汉和听牌龙都收入囊中了，但整体来讲，菅井也不是说不能接受，3C 除了维克多都吃到了赏金，杰斯更是3件套在手了，而卡莎也来到了2件半，菅井的3C 依旧是在稳步发力 ，AL 的整体经济领先，更多的还是集中在野辅上，这种就是团队经济了。而菅井呢，他还是能够拖到龙魂团再去操作和博弈，但 AL 的阵容我们前面说了嘛，他们抢到位置后的落位能力极强，而且有中塔的领先，25分钟男爵刷新时 ，AL 利用男爵钓鱼就是最好的滚节奏手段。就 AL 他们对于自己该打的游戏画面是认识的非常清晰的。26分钟 AL 也不跟你说搞7搞8了，下路线不碰，直接开始围绕男爵钓鱼。这里猪妹有 Q 的情况下，被机器人当面裸 Q， 在顶级较量下是不太应该的，只能说3叔还是有点高估自己的血量和 AL 想杀他的决心了。而重击波组合的连环控制，哪怕你是猪皮加圣大招，那都救不起来。瞬间减员后呢 ，AL 也知道菅井这个阵容手是长的，此一个打野就吃男爵还是有压力，所以得想再杀1到2个 C 位才行。这里追击的决策我认为是完全 OK 的，菅井这边 C 位也都没闪现嘛，有发条的 W 给追击的话绝对是 OK 的。但这波处理博弈的过程 AL 太可惜，菅井的反打和拉扯真的太精彩了。首先第一可惜的是波比的锤没有砸中这个肾啊，这里主要是多鲁阅读了，知道你不可能想砸走这个维克多，所以有预警的去走位。而到追击这里时，发条已经大招把没闪的维克多拉了回来，这里接上机器人的钩就是完美，但Chalvi的瞬间金身就同时躲掉了虫子的踩和机器人的 Q。而这里最牛逼的是多鲁的肾，他的关键一闪直接是把 AL 的阵型冲散了。如果他不敢进场，并且嘲讽不到双 C， 那么 AL 完全可以选择往波比锤下来的杰斯方向打，双 C 只要能够输出一下杰斯，那么团战画面是完全不同的。但是嘲讽的这点时间，让卡莎有了开 E 靠近后排的机会。虽然 KO 机器人反应已经很快了，他知道得看自家 C 位，马上闪现 E 击飞，但主战场往左上方牵扯的瞬间，杰斯已经锤走波比，开始无限输出了。而维克多金身结束，也是火力全开，都砸到了 Hope 身上。AL 的阵容笨重，且目前 C 位也就2件套，其实伤害是
不能分散的。而菅井可以说是多点开花，杰斯稳重输出，从头到尾都在侧翼打人。维克多临死前把伤害拉满，补上了关键输出。卡莎更是操作极限，主要齿地这种情况下连盾都稳着没交了，确实是细腻的不行啊！只能说多鲁的神级一闪给3C 创造了反打的温床，而3C 扎实的团战决策把 AL 苦心经营了26分钟的好局给打碎了。那这种就是个人能力的发挥，没办法。这波团战打完，菅井收下男爵，拔掉中一塔，直接把经济反超了3000。更重要的是，上下两路的经济都被拉开太多了，唯一没有吃到头的，也就是整局都被无限针对的维克多。这就是菅井他难打的地方，你可以赚他1波2波，但他只要赢1波就让人受不了了。此时平均2件半的 AL 双 C， 你看着4件套的卡莎，当时说不绝望是假的，连管泽元都发力了，但机器人就是能创造奇迹的英雄啊！在菅井断了龙魂节奏，利用男爵 buff 推进下2的时候，机器人配合女枪的意识成功打掉了卡莎的闪。虽然最后下2还是掉了，但掉闪后菅井他也很难推了。AL 也算是撑过了男爵的危险期，在香克斯差前金身的关键点，只丢一个下2还是可以接受的。那没闪，菅井他也不会打得太凶。说实话 ，AL 这个阵容如果不是机器人辅助，换任何其他硬辅这把都走了。菅井他就是无限开你前排，只有机器人能满足勾到人后 ，AL 还能够低风险进行第一轮血量白嫖的这么一个前置条件。而即便顶住这一波 ，AL 还是没有办法做任何进攻，因为他们阵容不抱团，伤害完全不够。菅井他推完线就尽力也去施压，你想开他，菅井又不会让你开到，阵容就不支持。而且 AL 不抱团他是团不过的，可你抱团又得亏线了。只能说菅井在这种兵线拉扯上确实是如入画境，中2塔就是在这种菅井推线然后入野逼你抱团的过程中磨掉的。但菅井他其实也有压力，实际上玄武大阵本身并不是超级后期阵容，因为阵容你的3C 都是 carry 点的话，前排的压力自然全部压到野辅身上。在 MSI 决赛的第4局，菅井同样选用维克多加杰斯加泽利这样的3C 时，其实前排也只是巨魔这样的单坦克，后期的生存压力是很大的。可以说菅井的玄武大阵啊，是当他的 C 位发育足够领先时，用等级经济领先来弥补阵容前排不够扎实的问题。而30多分钟，这正是 AL 最虚弱的时候 ，C 位还要补输出，但菅井这边已经到补容错装的时候了，所以在红 buff 处的交手，虽然 AL 率先打出了猪妹的闪现，但红 buff 还是被菅井抢走了。他攒的闪避东很可惜没有撞到墙上，否则接虫子一套技能是有机会打闪甚至击杀的。而正是波比交了闪现，让菅井动了心思。菅井他有优势，但他们也有压力。菅井不爱冒险，但毕竟 AL 已经听牌龙了，后面如果龙魂加男爵是同时刷新，有小龙优势的 AL 完全可以放小龙控男爵，主动权是在 AL 的。AL 这个阵容我们反复强调了嘛，他们先落位的话，团战优势会很大，这点菅井非常明白。作为一个顶级运营强队，你波比没有闪现没有大招，那就基本断绝了抢男爵的机会。而菅井有卡莎杰斯，吃男爵的速度也是飞快，所以这里逼 AL 出来打男爵团，实在是一个再果断再聪明不过的决策了。但我们得说啊 ，AL 的上野沟通确实做得太好，虫子的大招远远高于普通惩戒，但抬手其实很明显。而波比他是没技能的，如果这一波他选择 E 进去拼惩戒，我不说配合的好不好，男爵就算拿了，波比肯定会死。而虫子也肯定跑不了，而 AL 这个阵容啊，前排死了就直接结束了，所以他真的很冷静，也很相信老枪能抢。这里波比拉扯了一下，居然主动退后了，这真的太屌了，老赞的判断绝对是对的。而菅井估计也很少遇到虫子这样走进来抢男爵的画面，就感觉被抢得有点轻松了。圣枪哥的大招稳稳吃下，但关键是后续菅井的追击，这波我只能说看得我手心全是汗，太极限了。如果这里杰斯炮中波比，冰刀挂上，波比肯定死了。如果后面剩的一闪全部嘲讽到 ，AL 估计也要炸了。包括最后猪妹的大招如果甩中，后果都是不堪设想的，但 AL 都顶住了，只能说 AL 都在操作。论团队协作 ，AL 也确实是顶级强队啊。虽然丢了3个头，但拿到了男爵，这波给女枪补出了关键的大船，这样打猪妹的速度又更快了。虽然线依旧出不去，但 AL 只要给发条拖到帽子，就有反击的余力。而且这种时候啊，上野等级也高，装备也不差的情况下 ，AL 其实团战的发力难度反而更低了。我只用打前排嘛，杰斯卡莎这种如果是4件套打3件，就会显得非常强。但 AL 顶住了最危险的10分钟，其实后期菅井虽然 C 位他有输出，但容错很低啊。所以38分钟同样的入侵 buff， 但这次猪妹被拉过去以后，可以看到菅井的3C 其实位置不好，也是根本不好跟上输出的，就维克多能打一点伤害，只可惜被菅井压着打兵线出不去，不然后期这样杀前排是有机会带着兵线追求一波的。这时进入到大后期了，其实团战就是看处理看操作，如果菅井开到双 C 卡莎能进，哪怕用复活甲强换人头都行，而 AL 打减员用控制链慢慢打那就好打，这时就体现前期有龙的关键了。双方都在抢中线，但菅井的阵容是不允许他们放男爵位置的，这里即便是让杰斯单人吃小龙，放男爵位置给 AL 都不可以，因为 AL 的控制能力就是这么夸张，所以菅井他就想在中路线这里就分胜负了。其实 AL 想开团的这个位置和时机都是对的，因为机器人他没闪现，而这个
位置一旦维克多大招配合队友击杀掉这个机器人，大招一扩散 ，AL 位置就被分割了。而虫子又是刚刚 Q 完嘛，所以这个上的时机很 OK。只是三叔首先第一个大招就空了，空了还好，但这个 Q 也没 Q 到，反手被机器人一顶了起来。这反手一给的太漂亮了，直接配合沉默，让猪妹在余震都没触发的情况下也没法交闪现。团战一开始这样打 ，AL 反而舒服了呀。尤其是男爵拿完后，本来就铁桶阵的 AL 自然是可以舒服推进，但歼几这个队伍的抓机会真的是不容小觑。AL 推进上路的想法很简单，我先拆上路高地，然后等 AD 回家春哥出来，再配合中上一起破高地。但歼几这里又是靠着个人能力完成了反打。这里史蒂的第一个 W 命中其实还好嘛，但后面杰斯炮中女枪就有点不妙了。而看到虫子在吃中线，加上波比不在身侧，这里歼几很果断的选择了追。这里他在我认为是有点失位了的，他被这个眼吸引了过去，而当他想回头掩护队友的时候，这个位置他已经走不回去了，只能绕过去。而歼几就是抓住这种 timing。这里最要命的是卡莎的 W 又再次命中了女枪，虽然挂被动到机器人身上也差不多，但歼几抓的这个时机就是很要命的。后面的团战几乎都是操作在发挥啊，卡莎敢飞，但机器人迅速的大招破盾，然后控制起来，给后补输出的空间，而卡莎马上金身规避，同时发条被控到临死前把大招拉了出来，给波比蓄力大招锤走杰斯的机会，但 King 呢又马上提笔到正面补伤害，虽然打掉了卡莎的金身加春哥，但 AL 在先掉 C 位的情况下肯定是残局打不完的。好在 AL 他们是处理了兵线才打团的，而且也没有被完全团灭，所以上路这波本质还是人头交换，没有影响到后面的节奏。不过对于歼几来讲，他们是知道后部的闪现时间的，虽然女枪补出了春哥，但杰斯也有春哥，只要 all in 掉女枪，歼几就有赢面。最后的团战也是，歼几他们知道应急小龙坑压力很大，所以他们选择占据上方来拉扯，因为 AL 只能抱团嘛，边线压力还是有的。但这波团首先猪妹的大招又呲了，这里想开发条被扭，虽然说猪妹此时的大招就是玩机器人的干锅，但干锅都没有逼出来，确实有点歪了，然后也是经典被机器人勾过去直接顺秒。但团战即便到这里 AL 都还没有拿下的，因为杰斯和维克多位置非常好，这个地方已经是绕过虫子可以打后排了，而卡莎他可以用虫子去叠羊羔慢慢磨血嘛，然后找机会再进后排。可这里他在的判断很完美，他知道杰斯没闪现，所以果断开 W 加闪现壁咚，直接配合机器人把杰斯控死。这里后部也很听指挥，没有犹豫的就去跟伤害，他和维克多墨迹一下就完蛋。但 King 在春哥被打掉前啊，又砸出了一个关键的 QE， 这样挂上电浆，卡莎就能飞了。而维克多此时也是满血。这里呢，我们把视线拉回圣枪哥，他这里的选择也很关键。虫子很笨，但圣枪哥这把带的起风秘籍就救命了。他先是虚弱，保证了卡莎第一轮输出，他的血量不会下太多。其次是后排找到杰斯的瞬间，他完全放弃了脸上的人，直接疾跑互换后排。这两个角色都很关键，这让他没有被白溜。说实话，他不第一时间到杰斯身旁放沉默，杰斯还真有可能配合掉维克多换掉女枪。而 Chovy 也终于犯下致命失误，这里他有闪现啊，是不能接受被大虫子 Q 起来的。他闪现躲 Q， 接下来一个 E 女枪就差不多了，但他就是被 Q 起来接沉默直接带走。而上方 AL 也是大获全胜，但是香克斯这里也确实有点急了，他闪现过去有点没道理吧？卡莎手短，他先看女枪会更好一点，这里就属于打得太急了，得亏自己是大水银鞋加金身加翠绿屏障啊，有抗性，不然被嘲讽住可能是瞬间会被秒掉的。而机器人这里残血呢，没有勾引到 Chovy， 反而是给 Kill 悄咪咪摸到草丛了，然后致命一 Q 直接终结掉了史蒂继续拉扯的可能性。至此啊 ，AL 完成了优势背翻再翻的翻中翻，打破了歼几的玄武大阵，并且成功破掉了 Chovy 维克多第二赛段的不败神话，将比分扳到了2-2。哎，只可惜最后的结局依旧不尽如人意吧，但我确实觉得尽力了。和之前很多的差一点不同哦，这次的 AL 并不是差一点，相反是差不少，只是比分上差一点给了我们希望。从储备和竞技状态来说，歼几毫无疑问是现在的最强战队。AL 是真的靠着韧性把对局打成4-6开的这么一个画面。说真的，第二把打完我都有点绝望了，哪怕是第4把，双方也都是刀尖舔血对着操作，能赢下来真的很不容易。最后一局其实真要聊 BP 或者发挥，其实也能聊吧，但我觉得真没必要了。核心还是储备不够加被操作，就是有差距吧。歼几是强大的对手，我觉得我们今天真的是尽力了。我们 AGL 今天绝对是没有打出让自己或者让观众失望的比赛。承认打不过没有那么难，承认技不如人也不代表要放弃后面的进步。我们实力还不够，那就下次再来吧。其实关于 AL 这个队伍啊，真的有很多话想说，但想想确实也没拿冠军，感觉说什么都显得矫情，也不想帮他们贷款，更不会说什么赛区别拖累他们这种话。就给大家分享个小故事吧。第二赛段 AL 拿完优胜者后，他们的教练组很礼貌的联系了我啊，这里面有聊到他在把我的视频分享给队伍的这么一个故事，不管是真认可还是客套。AL 打得好，当然打得好，跟我没有任何关系啊，就是他们自己努力的结果。我跟大家分享这个故事，只是想说明 AL 这个队伍，他们真的会为了变强，拼尽全力，竭尽所能。
就Tarzan再怎么说，一个韩国人看中文的游戏视频，然后主动分享给队伍，就这种行为说明了Tarzan和教练组真的不放过任何能让队伍变强的机会，这种心气是很可贵的。电子竞技没有说你做什么就一定赢，就一定变强，但不是每个选手都能完完全全的去付出，把所有时间、精力、情感都投射到让队伍变强上。不是自己变强，而是队伍变强。所以 AL 的崛起绝对不是一个偶然，他们只是走在一条比较笨的路上。赛训、思考、学习、进步。现在不够强，那就想办法变强。看着很笨啊，不如直接买个民营选手是吧？菜了然后就踢，然后不停换人，真的很方便。但这种真的是聪明吗？我想真正的聪明其实是清楚的意识到，有一些路就是省不了的呀。电子竞技天赋固然重要，但从来不是一切。水滴石穿，坚持勤勉，把抱怨队友不够强的时间放在如何一起进步上，这才是真正的男人，这才是职业选手该有的样子。最近看了一部电影叫 F1 赛车的，非常好看。里面主角呢给年轻的天才后辈实际上提了一个建议，我觉得很对，那就是他说你杂念太多了，你应该专注在你的驾驶上。什么粉丝啊、舆论啊，那都是 noise， 都是噪音。而 LPL 现在就是噪音太多了。希望 AL 也好，其他队伍也罢，摆脱这些噪音，专注在比赛里、游戏里，专注到每一天的训练里。场外只是场外，而场上你是不是全心全意？观众的感觉不会骗人，你的努力也不会骗人。或许最后拼尽全力也不能带来冠军，但起码会有遗憾，但不会后悔。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多的就不说了。第3赛段，大家都加油吧！那我是元某人，我们下期再见，拜拜。